大家好，2022年10月11日，中国公民彭载舟，本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反共反细胞子的布条。事件轰动一时。近日又有四通桥勇士的翻版，四川成都一处天桥出现3幅反共反习的布条，在网上掀起热议。推特达威表示，在天桥挂这些布条的无名勇士有联系他，但是现在对方已经疑似被消失了。推特达威15日在 X 平台铺文表示，当天凌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柴店子街上一座天桥出现3幅反共反习布条，上面分别写有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大威同日表示，照片是悬挂布条的当事人提供给他的。当事人投稿的时候表示，这些布条他已经准备了1年，希望推特大 V 能够帮他把这件事传播出去。推特大 V 的贴文曝光后，随即引起了超过400万人的关注。不过推特大 V 15日晚间8点左右发文感叹，截至目前投稿人已经失联超过13小时。他还曝光对方最后传给他的邮件内容，现在经过天桥的人很多，也有很多人驻足，我在某某某，应该是所在的位置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被抓了，希望早日实现民主吧。如果该名勇者至今仍然没有联系推特大 V， 截至17日凌晨0时已经失联超过41小时。成都天桥事件与四通桥抗议高度相似，堪称精神的延续，两者都选择城市天桥作为高能见度的抗议平台，内容直指中共独裁的弊端，呼吁民主改革。我向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和成都天桥勇士表示敬意。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用布条和浓烟喊出民主自由的心声，他明知道后果却选择站出来，那一刻他是孤独的，却点亮了无数人的希望。成都天桥勇士默默准备1年，只为在天桥上留下3句话。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铁窗，却用行动告诉世界，民主的梦想从未熄灭。他们用生命书写了勇气，用牺牲换来了觉醒。身处黑暗，他们是光。向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和成都天桥勇士致敬，你们是真正的勇士。这2起事件不仅是个人抗争，更是民意觉醒的缩影。彭立发的四通桥抗议激励了白纸运动。成都天桥布条虽然暂时没有引发街头抗议，但是在网络上掀起波澜，显示民心并没有完全被压制。然而中共独裁当局的严厉打压，彭立发的失踪，成都勇士的失联，表明中共独裁体制对异议的零容忍，显示了中共政权的野蛮和落后。
这名网友说，确实我看了下前3轮的巡视报告，开篇就是以细胞子为核心的党中央，淡化的痕迹明显啊。再给大家回顾总结一下，这些都是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新华社发的相当于正式文件了，不可能是写错了。写错了，新华社的小编就要被处分了。再说了，写错了，这都是网页可以改过来的。2023年的9月27日，政治局会议审议20届中央第1轮巡视，写的是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了第2年呢，其实也就是半年，看样子他们每半年来一次巡视啊。2024年3月29日，又是政治局开会，又是以细胞子为核心的党中央呢。又过了半年，到2024年10月29日，第3轮巡视，又是以细胞子为核心的党中央啊。前面2次好像是高度重视，后面是坚强领导。大家注意啊，这是去年2024年10月。半年前呢，当时细胞子他已经下台了，就当时呢还搁那装呢，这细胞子还是核心。这个时候胡锦涛已经实际掌握了军权，但是党内还没有处理细胞子，而且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调查苗华和何卫东啊。苗华是11月底官宣的。到了今年的3月底呢，政治局会议已经彻底不装了，彻底拿掉了细胞子的核心地位啊。也就是说，去年10月他也是胡锦涛掌权呢，但是还没有正式在党内走手续，拿掉细胞子这个核心的地位啊。因为政治局常委他经常开会啊，但是很少公开。政治局呢是每月开一次会议，基本上都要公开啊。虽然公开的内容都是不重要的，都是假的，一般说是会议讨论了其他内容，那才是真的内容。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看出来一些东西的，因为政治局的实际上的上级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又是黑箱呢，不公开，它只有政治局一级是公开的，而且这就是中国最高的机构了。政治局会议就是中共党内的最高文件啊，我们只能合理的推测，在2025年3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取消细胞子党中央核心的地位啊，但是并没有往下传达。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说康毅知道，但是没有授权康毅往下传达呀。或者这篇文章它就是中国统计局的一个处长啊或者副局长写的文章，这个局长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到了人民网这里呢，人民网的小编知道这件事情直接给删掉了。或者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正式的通知呢，也不敢随便改，还是以细胞子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啊。到人民网这里呢，人民网他已经传达了呀，就是说直接删掉就完事儿。从这里看出来呢，政治局会议很可能已经决定取消细胞子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啊，但是并没有对外公布。也就是说，细胞子下台呀，他也不会提前宣布的，就是突然说下台，那一夜之间就下台了呀，会很戏剧化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25年3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现有的证据表明啊，可能决定取消了细胞子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这个地位啊，甚至有可能是同意细胞子下台，也就是说同意习近平同志的辞职申请。而2025年4月8日的周边工作会议呢，刚好是一个周啊，规格超高，除了何卫东，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
而且不准做记录，很可能是传达3月31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传达的这个内容很可能不是取消细胞子党中央核心地位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一个名头而已，用得着分两步走吗？很可能就是直接同意细胞子辞职，辞去总书记，因此这个周边工作会议就不让做记录，很可能是给高层传达，事先打招呼，细胞子将会在某个未来的时间点对外正式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所以不准做记录。正式宣布之前呢，不准向外界发布消息。这只是我的合理推测，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无所谓准不准呢。等到细胞子官宣下台之后呢，所有的政治评论呢都要复盘，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让细胞子下台的呢？那肯定等到细胞子正式下台之后，你得往回找啊，就很可能是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现在还不能100%确定啊，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决定。而且细胞子下台，它不是在4中全会决定啊，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要的事情不开会。细胞子下台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在4中全会上决定呢？4中全会呢，在中共的党内，它就是和人大政协一样，不过是党内的橡皮图章啊。就是说，如果是2025年8月8日开4中全会啊，那个抽象的人他喜欢8嘛，肯定是之前的几个月就很可能就是3月的这一次就已经决定让细胞子下台了。4中全会他就是走个形式，走个手续，补个手续而已啊。2025年4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245%的关税，包括现有的20%的关税啊，将美中贸易战推向新高潮啊！从4月2日的34%到4月9日的84%，到4月11日的125%到145和245啊，关税步步攀升，展示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坚定决心。那中国迅速反击，将对美商品关税提高至125%，指责美国为笑话。但是中国的经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以申报价值100元的商品为例呢，145的关税下，美国买家的总成本是245元，245%的关税的标志345元。中国出口美国的那些低毛利商品呢，比如纺织品啊、玩具，基本上就是靠量取胜。84%的关税已经让人民币贬值的对冲失效，245%更是彻底封死了这一策略。货币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呢，将加剧中共国内的经济困境呢。中国也很难做出让人民币大规模贬值这样的选择啊，是进退两难，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面临更大的压力。中国商务部呼吁开放谈判啊，好多人问我这个人是谁的人啊？但是245%的关税已经让双边贸易几乎归零，谈判的筹码牢牢地掌握在美国手中。245%的关税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政治重拳。中国的低价商品，比如 T 恤呢，成本10块钱，你售价10块钱的话，在145%的关税的总成本下，将达到24.5块，它就会高于巴基斯坦的12美元啊，失去了竞争力。大企业呢，它不敢低报申报价值呢，规避关税，因为美国海关可能开出天价罚单呢。小额包裹的关税漏洞呢，也被固定税额呢，每次收100美元就堵死了。
中国的竞争对手呢，越南、土耳其等国的价格战将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利润呢，大单利润率也就是 10% 到 15% 啊。川普的策略更深远呢，通过转口贸易施压，中国企业经常通过越南、墨西哥转口来规避美国的关税啊，耍小聪明，占小便宜啊。但是 25% 的关税抬高成本，比如转口越南之后，成本是16块，仍然高于越南本地的12块啊。转口国为了保护本地产业，可能给中国加关税啊。美国还以90天暂停对其他国家的关税为诱饵，要求越南、欧盟对中国货加税，形成全球围堵，削弱中国的税收和就业基础。这不仅打击中国的经济，还意在动摇中共独裁政权的稳定性啊。中国试图通过国内消费和出口多元化应对，但是前景暗淡呢。中国国内的市场难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啊。中国如果能消化这个过剩产能，就不用出口了。消费者信息低迷，转向欧洲呢，东南亚市场受阻，因为 245% 的关税推高成本，远超波兰、土耳其的竞争价格。更致命的是，关税加剧失业和通胀，民怨指向中共。当民心认为政权不行，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反之呢，民众的信心就可以延缓危机。245% 的关税就好比这个钱庄挤兑呢，放大了民众对中共的不满。当大家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的公司就得完蛋。哪怕你的公司有现金，实际上还能撑一阵子。同样的，大家都觉得你行的时候，本来都已经破产了，可能还会延后，搞不好甚至有转机呀。以前的钱庄呢，被谣言要倒闭的时候，各种人想挤兑的时候，就要叫几个大佬，存几个大额定期呀，先稳住舆论再说。245% 关税的终极目标是逼迫中共妥协，并动摇其根基。245% 的关税为美国提供了更大的谈判空间，可能迫使中国在技术、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领域让步。通过孤立中国，川普不仅削弱了中国经济，还加剧了中国的国内社会矛盾。中国可能通过短期政策，比如补贴来缓解压力，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困境和民意失信将使中共难以支撑。关税是人民觉醒的号角，中共经济可能因为高关税陷入更深的危机，政权稳定面临严峻挑战。245% 的关税不仅是贸易战，更是民心战。中共的生意还能维持多久呢？随着全球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排斥加剧，中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将进一步转化为对中共执政的质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上涨，大家会将责任怪罪于中共，可能会导致中共垮台。所以中共急眼了，这些共匪特务呢也都不装了，天天刷这个中宣部给他们的话术脚本啊。中共天天反美，现在得偿所愿，买卖自由，美国凭什么一定要买中国的东西呢？那美国不买，中国就想强卖，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不就是抢劫吗？就一定要认准了美国，一定要抢劫美国吗？就这个共匪特务啊都不装了。这名网友说，大胞兄空军政委被抓，千真万确，认识他家里人。中国空军政委于中福他有2个老上级呀，一个是赵克时提拔的何卫东，于中福在南京军区的老上级就是赵克时啊。另外一个老上级就是中国前空军司令乔清晨啊。
1985年起，29岁的于中福历任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期间呢，济南军区空军副政委是乔清晨空军少将啊。乔清晨呢和苗华的老丈人叶汉林啊，曾经是上下级铁哥们儿啊。1985年10月到1990年1月，乔清晨担任空八军政治部主任。1981年到1987年，苗华的老丈人叶汉林担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啊。空八军就是福州军区空军啊。这个苗华他才是中国军队细胞的派系的老大呀，擒贼先擒王啊。那胡锦涛为什么先把苗华抓？他为什么不先不抓何卫东呢？于中福身上有苗华和何卫东2个人的加持啊，没法不抓呀。好的，谢谢大家。